宇轩，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到现在还在焦灼当中，还在打。结果没有想到，今天波兰媒体丢出一个报道出来，你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的购物中心发生了大火，烧了起来。心想这个俄乌战争有什么关系？结果没有想到，波兰媒体今天跟我们讲是什么？这一场大火根本不是一个意外，它是一个人为的，它背后是什么？竟然是俄罗斯的特勤部门。他完完全全给个计划，要波兰人自己烧自己的购物中心。所以当你看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会以为说，哎，这是发生乌俄战争战场吗？就不是，竟然是在旁边的波兰，这是华沙这个我们讲在他们首都一个叫做马里尔维斯卡的一个购物中心。这个购物中心我讲很大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是一个人放得了。很显而易见的，他们是联系了当地原本属于波兰的老百姓，对，或者是原本是俄罗斯人跑到了波兰这边干嘛？在地进行所谓的纵火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不只是这样哦，因为现场你看这个浓烟密布，对不对？甚至它是一路连烧到连里面的内部结构都烧毁。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个概念？代表一定有专业的职业。对，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路人，我今天是一个老百姓，我今天要去放火烧购物商场，不可能烧成这样。商场都会有所谓灭火设施，而到现在为止，整个全部都还是一片废墟，就是现在查出来了，来由谁烧的呢？来哦，涉及此案的纵火人员，这俄罗斯给的钱哦，俄罗斯特务给他的酬劳大概多少呢？新台币34万加上一台 BMW， 二手的 BMW， 让他自己烧掉购物中心。对，所以那我会问你，像我现在提出几个质疑哈，就是说我到底是一个人，还是说好几个人呢？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因为太多了。现在在波兰全境都充斥着这种俄罗斯的间谍，比如说先前他们发生过这种铁路开到一半，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后来仔细一看说，这边铁路怎么断掉一截，差点出了大祸，也发现原来也是背后俄罗斯透过这种代理人方式，比如说我用威逼、用利诱的方式去要求当地的民众来去呢进行呢相关的破坏行为，而且它是有分层次的哦，也就是你今天刚跟我接触的时候呢，我交代你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说呢就有民众拍到说，像这个去破坏铁轨，这个呢算是比较高阶的，对，那比较简单的是什么呢？对民宅纵火。我今天就说你去把那个旁边的房子烧来，那你知道要怎么样认证吗？我要全程录影，所以刚好这些都成为呈堂证供，因为他要录影传回去给这些俄罗斯的特工，他才知道说，你确实有去烧，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就想说，你俄罗斯是弹尽粮绝，是不是啊？连特工都拍不出来，还要邀一般老百姓，然后用这种录影验证的方式。所以你知道，现在对波兰来讲，最担心的就是说，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对关键基础民生设施呢进行攻击之后，他们发现说，很有可能未来下一步呢，俄罗斯也会对他们动手，所以他们现在很竭力在保护他们有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叫电网。但你知道吗？波兰其实曾经有公布过，他们相关的电网公司呢，早就把他们的主控室建在哪里？建在地下的这种核子掩体。换言之，它是有铜墙铁壁，甚至是呢有这种纵深来作为它防护它电网呢遭到攻击呢，以及遭到俄罗斯呢侵犯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利器。那你看啊，邻近的包括连芬兰，它一样，它综合了一个体育场。你本来原本看的以为它只是一个 stadium， 只是一个运动中心而已，结果没想到这个运动中心里面呢别有洞天。为什么？在岩床，你不要觉得岩床没什么，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障壁。对，旁边呢刚好有一个体育馆呢，底下在悬臂的山体里面，也是我体育馆做演示，往山底里面进去。它真的有一个核掩体是在里面的。对，它是打造在山底里面。那甚至是它还有这种透视图，可以看到岩床的这种通风口啊等等的，还有粮食运行等等。所以变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不管是芬兰，又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波兰，都想尽办法要避免俄罗斯的萨克胖。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